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北京第一次探索。小美，你还记得第一次在北京问路吗？当然，我当时觉得大家说话好快，有点吓到。对，我也有同感，感觉他们都特别忙。我还以为是自己中文不好，他们不耐烦呢。哈哈，我懂，那可真不是，只是北京节奏。是啊，一开始有点不知所措。你呢？我也一样，第一次听人说话那么直接。感觉就是没什么寒暄，直接给重点。对，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们的热情方式。没错，他们其实很乐意帮忙，只是快。想象一下，你刚到，想去天安门广场，我就拿着地图，感觉自己像个小迷宫。路人手指的方向、语速都快到模糊。是的，我努力听，大脑飞速运转着。那种北京速度是不是让你印象深刻？真的，仿佛整个城市都在飞速前进。第一次探索北京，这种感觉挺特别的。还有地铁，人流量大，大家挤着上车。那也是一种文化体验吧，很有意思。你有没有觉得北京话发音也很有趣？当然，很多词儿都带着儿化音，好听。比如玩和花，很有味道。我一开始听不懂，后来才慢慢习惯。我第一次听到您这个字，觉得很正式。北京人会用它来表达尊重，很讲究。对，感觉很地道，学到了不少用法。除了说话，北京的食物呢？第一次吃，哇，烤鸭，那味道至今难忘，太香了。是不是跟你想象中的中国菜不一样？比我预期的更浓郁，更丰富。我记得第一次吃炸酱面，有点特别。那个酱料的味道真的很有地方特色。还有胡同里的小吃，味道也很棒。对，走在胡同里，感觉穿越了历史。你有没有被胡同的那些老建筑吸引？当然，每一砖一瓦都好像在讲故事。那种古老与现代的碰撞，太迷人了。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故宫，特别震撼。宫殿那么大，红墙黄瓦，气势磅礴，让人不禁想象几百年前的生活场景。北京真的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地方。而且，它的生活气息也非常浓厚。早晨在公园里能看到大家锻炼身体，还有遛鸟的爷爷们，特别有画面感。这些都是北京独特的文化符号吧。第一次探索北京，真是收获满满呢。对，虽然一开始有点小误会，但那些经历都成了最珍贵的回忆。让你更了解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。哈哈，下次我们再聊聊别的发现。话说回来，你觉得北京人怎么样？北京人给我的感觉是特热情。对，那种直爽劲儿，特别有意思。还有他们说话带着儿化音，好听。哈哈，刚开始听会有点不习惯。我记得有次问路，一个大爷特别耐心。是吗？他们会给你指得很清楚吗？
不只清楚，还讲了个小故事给我。哇塞，真的啊？是什么样的故事？关于那条胡同以前的趣闻，很生动。这就是北京独特的市井文化吧？没错，历史感渗透在日常对话里。你有没有遇到过因为儿化音闹笑话？当然有，有次想买面条，说成了面条。结果呢？店主是不是听懵了？他看着我笑了，然后纠正我发音。哈哈，这种瞬间特别让人记忆深刻。而且他还教我怎么说地道的北京话。这也是一种特别的学习体验，对吧？比看书本有趣多了，更鲜活。你说面条和面条有什么区别呢？其实意思差不多，但儿化音更生活化，听起来更亲切，也更有地方特色。对，很多北方方言都有这个特点。除了语言，你还发现北京什么好玩的？我特别喜欢他们的早点文化，太丰富了。豆汁焦圈儿，那个味道真的很特别。哈哈，豆汁儿确实挑战味蕾。第一次喝，真的差点没喝下去。但是配上焦圈儿，就变得和谐了。是啊，这是一种独特的味觉记忆。北京人对吃食的讲究，你感受到了吗？我觉得他们很注重食物的传统做法。没错，很多老店都是代代相传的。那种老字号的味道是不可替代的。说到老字号，我有个朋友告诉我。什么？快说说看，我最喜欢听故事。有家烤鸭店，师傅选鸭子特别严格。烤鸭也是北京的招牌美食呢。他说，这不仅是做菜，更是传承文化。这让我想到匠人精神，对吧？完全是，每个细节都做到极致。这种坚持，在快节奏的今天很难得。所以他们的味道才能一直保持经典。北京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宝藏地方。还有一些隐藏的小店和茶馆。那些是不是需要本地人带路才行？差不多吧，有些地方真的很难找。那下次我们去北京，可以专门探索。哈哈，不过那些故事更复杂有趣呢。哈哈，不过那些故事更复杂有趣呢。故事？快给我讲讲那些到底有多复杂。哈哈，比如说胡同里的北京话。哦，那里的口音很特别吗？不只是口音，有些词儿外地人听不懂。真的吗？能举个例子吗？比如发小儿，指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哇，这词听起来就很亲切。是啊，带着老北京特有的情谊。我要学起来，下次就能用了。还有局气，表示为人仗义。局气，这词很有意思。对，我初次听时完全没反应过来。那你是怎么理解的？当时有个老伯帮我，别人说他很局气。哦，就是热情又仗义的意思。跟咱们常说的仗义差不多。这种地道词汇，书上可真学不到。是啊，得在实际生活里感受。每次听你讲，都觉得语言活起来了。没错，它融入在日常的细节中。这种词汇，不同语境意思一样吗？
有时会有一点点区别，很微妙。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？倍儿这个词表示非常。我知道，比如倍儿棒。对，但这事儿倍儿爽，意思就不同了。哎呀，这是考验我们对语义的把握啊。它在什么语境下味道最浓郁呢？我觉得是那种特别痛快、尽兴的时候。完全正确，得体会那个感觉。除了词汇，北京还有什么文化细节？你有没有注意过胡同门口的影壁？影壁是那种砖雕的墙吗？对，它不止美观，还有风水讲究呢。哇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快讲讲。影壁能阻挡不好的东西，保护院子。哇，这真是古人智慧的体现。还有些上面会刻福字或吉祥图案。我下次去北京一定仔细看看。这种老物件背后都是故事。感觉北京的每个角落都有学问。确实，我记得有次在老茶馆里。怎么了？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吗？听他们聊京剧，那真是字字珠玑。京剧，那可真是高深的艺术。很多行话我只能听懂皮毛。这也是一种文化密码啊。而且老北京人的讲究可多了。比如呢？下次我们再好好聊聊这个。哈哈，比如做茶馆的规矩，那可真复杂。是啊，比如倒茶不能倒太满。为什么不能太满呢？有什么讲究吗？倒7分满是7分茶3分情，表示尊重。哇，连倒茶都有学问，真是细致。还有添水时壶嘴不能对着人。哦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怕不礼貌吗？对，对着人有冒犯之意，很不吉利。我下次可要小心了，别闹笑话。记得有次我看到有人不懂这规矩。发生了什么？是不是被悄悄提醒了？服务员只是轻轻地把壶挪开了。哎呀，真是润物细无声啊。他用眼神示意，那份默契很特别。这比直接说出来更有老北京味儿。是啊，他们注重面子，也给人留面子。这种沟通方式真的需要体会。还有茶馆里有些暗语，你知道吗？暗语，像是江湖黑话那种感觉。哈哈，没那么夸张，但也很隐晦。比如呢？快给我讲讲，太神秘了。有个词叫跑堂的，以前指服务员。跑堂的，听起来有点意思。如果客人敲3下杯子，意思是要添水。哇塞，这个我真不知道，好实用。这是一种避免打扰又高效的交流。真是把生活艺术化了，太有意思了。而且，你知道北京人喜欢用叠词吗？叠词，像是好好的这种吗？对，还有吃得饱饱的，玩得高高兴兴。听起来更亲切，也更有生活气息。你觉得这种叠词在什么情况下用最自然？我想表达心情或者细节的时候。对，它能让语气更生动，感情更饱满。我觉得和朋友聊天时用，特别舒服。
如果在正式场合用，就有点奇怪了。哈哈，想象一下领导说文件办得好好的，那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这也是一种语境密码吧？没错，掌握了，就像打开了新世界。感觉北京话里这种细节特别多。岂止是细节，老北京的称呼也很有学问。称呼，比如爷、娘那种吗？啊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是表示尊敬，对有经验手艺人的尊称。这种称呼里藏着北京人的江湖气。江湖气，听起来好酷，但有点抽象。还有好多类似的，比如大爷的用法。那下次我们可得好好聊聊这些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关于北京人说话的儿化音。哦，儿化音怎么了？它不仅仅是发音，还带着感情。感情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比如玩和玩，感觉就不同。是啊，一个更地道，更亲切。对，如果你说吃饭饭，就有点撒娇。哈哈，这真的有意思。我有次听到大妈说没事找事儿。哇塞，那个事儿是啥意思？她是说别人爱找麻烦，没事也找麻烦。原来如此，还带一点贬义色彩。没错，这儿话用的太绝了。我觉得这种语气词特别能表现性格。是啊，还有个词叫局气，你听过吗？局气，好像没怎么听过。它形容一个人仗义、懂规矩、大方。哇，那跟江湖气有点像。不完全一样，局气更偏向为人处事。就是说这个人办事靠谱，有范儿。对，比如饭局上谁抢着买单就局气。哈哈，这个例子太生动了。北京人很看重这个示众美德。难怪我觉得他们都特别讲究情义。是的，还有他们特别爱说您。您是表示尊敬，这我知道。但在北京，年轻人对长辈也说您。哦，这跟别的地方有点不同。没错，这种用法是融在骨子里的。我有一次在胡同里问路，就遇到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一个老奶奶特别客气，一直用您。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。我还以为她把我当外地人呢。哈哈哈，他可能觉得你是远道来的贵客。真是文化误解啊，我还挺不好意思的。所以你看，语言背后是人情世故。每一个词都藏着故事和情感。比如，你知道侃大山是什么意思吗？侃大山，是不是聊天吹牛？差不多，就是不着边际的海阔天空。哈哈，我下次要学着用这个词了。在北京，大家特别喜欢侃。感觉北京人真会生活，活得自在。他们享受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。哎，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快说说看。北京话里骂人的话是不是特别有意思？哈哈，那个可就更复杂了，有些禁忌。
哎呀，听起来好神秘，下次我们好好聊聊。哎呀，听起来好神秘，下次我们好好聊聊。哈哈，那可得慢慢来，有些话是分场合的。比如呢？是不是不能随便说啊？对，更多是朋友间开玩笑，带着善意。哦，是那种损文化吗？没错，嘴上不饶人，心里却挺关心你。哇，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呢。北京人就是这样，刀子嘴豆腐心。感觉他们活得很真实，不藏着掖着。是啊，语言就是他们表达自我的方式。那除了骂人，还有什么特别的词吗？比如说瓷器，你知道吗？瓷器，是说很要好的朋友。哎，你猜对了，就是特别铁的哥们儿。哇，北京话真的很有趣，充满画面感。还有局气，形容人仗义大方。局气，感觉很爷们的词汇。也可以形容女孩，就是做事规矩。真是学到了，这些词都好生活化。这就是北京话的魅力，接地气。我发现北京人讲话语调也很有特点。对，尾音儿喜欢上扬，带着一种劲儿。听起来很有趣，充满了自信和活力。就像这个城市总是有股冲劲儿。难怪我觉得和北京人聊天特别舒服。他们就是能把日常过成一种艺术。感受到了语言的温度和力量。尤其在胡同里，这种感觉更强烈。我都想立刻去胡同里走一走了。哈哈，下次我们一起去探探胡同吧。太棒了，亲身体验这种文化气息。语言真的能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。是啊，不只是文字，更是情感的桥梁。每一句北京话都藏着独特的故事。听你们聊天，我感觉自己更懂北京了。这就是我们聊天的意义，分享交流。今天的收获可真大，特别有意思。看到你这么开心，我也觉得很值。谢谢大明，让我更了解北京的魅力。今天的北京之旅，我们聊了很多。是啊，从语言看到了城市的灵魂。特别是北京话里的人情和智慧。感觉学会了这些，就能更懂北京。那么，大家在学习中文时，有没有遇到过让你特别好奇的方言呢？或者是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文化小故事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精彩故事哦。你们的分享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下次我们聊聊北京人如何用日常物件讲述城市变迁吧。哇，听起来好有意思，我也很期待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